上回说到，贝吉塔一夜暴富，不仅拿到了6颗龙珠，而且还通过赛亚人的 bug 级被动再次刷新战斗力，成为本轮龙珠争夺战最大受益者。克林痛失了1星龙珠，不过好在有强大且聪明的乌帆辅助，找回了贝吉塔藏匿的4星龙珠，弥补了己方的损失。最惨的当属弗利萨大魔王，痛失5颗龙珠不说，还接连折损2员大将。气急败坏之下，弗利萨召唤了金牛特种部队，就算贝吉塔藏在地心里，也要把他给挖出来。克林带着悟饭向大长老的别墅奔去，战战赫赫的赶了4天的路程，一算距离还有好久。克林担心大长老坚持不了几天，此时也顾不得会不会暴露行踪，拉起悟饭卯足了劲儿赶路。以这个速度的话，大概1个小时就能到达大长老的别墅了。很快，贝吉塔这边感应到了克林2个人的气息，为了防止布马用龙珠雷达来偷家，贝吉塔带上1颗龙珠去追克林。克林一路上盘算如何应对贝吉塔，并没有察觉到贝吉塔的动作，直到抵达大长老的别墅，克林这才发觉到贝吉塔的气息。贝吉塔简直就是克林和悟饭2人的噩梦。在感受到贝吉塔气息的一瞬间，悟饭就已经吓得浑身发抖。克林年龄长于悟饭，社会阅历和战斗经验都比较丰富，他让悟饭立刻去找大长老，自己留下来拖住贝吉塔。等贝吉塔快把自己揍死的时候，提升力量的悟饭大概能赶来帮忙吧。贝吉塔很快赶到，一看到克林那颗反光的脑袋，贝吉塔就气不打一处。但突然他感应到了悟饭以及大长老等人的气息，哟呵！贝吉塔当即丢下克林，闯入大长老的别墅。迎接他的是已经增强力量的悟饭以及大长老身边第一悍将内鲁。贝吉塔准备动手，不过此时他的战斗力应该不会是内鲁的对手。内鲁、悟饭、克林3人联手，足以将贝吉塔打成悲剧塔。双方燃起浓浓的火药味，随时准备互丢技能。这时大长老发话了，他告诉丹迪，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正接近纳美克星。同一时间，克林等人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。贝吉塔数了下，来者有5个人，绝对不会错，是弗利萨的基纽特种部队。贝吉塔急了，一把拎起悟饭，命令他立刻交出4星龙珠。悟饭当然不会答应。贝吉塔用近乎恳求的语气承诺，自己得到永恒生命后，绝对不会加害他们。听好了，混蛋们，弗利萨的基纽特种部队实力强于我，何况他们有5个人，那些家伙带着最新的侦测器，很快就能找到我们，并且将我们置于死地。方法只有一个，让我得到不死之身，然后打倒他们。听贝吉塔这么一说，克林感觉确实有点道理，因为他的确感受到了5股强大的力量袭来。内鲁表示，贝吉塔并没有说谎，这5股力量非常邪恶。克林动摇了，但是他坚持让悟饭得到不死之身，这好事不能让给贝吉塔。贝吉塔坚决反对。悟饭虽然有点实力，但战斗经验完全不足。克林很纠结，他们几乎拼上性命，千里迢迢找到纳美克星，目的就是为了收集龙珠，让伙伴们复活。眼看愿望就要实现了，总不能拱手让给坏蛋贝吉塔吧？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，内鲁突然开口，他告诉大家，这里的龙珠可以实现3个愿望，他们的愿望都可以完成。如此一来，克林与贝吉塔便达成了暂时同盟的协议。克林带着贝吉塔去寻找那颗4星龙珠。正如贝吉塔所说的那样，宇宙中超光速飞来的5个飞船，正是弗利萨的基纽特种部队。基纽特种部队来了，弗利萨更有底气了。飞船缓缓开启，5个人自带录音机，摇着花手，潇洒地从飞船上走出来。专属 BGM 响起，全宇宙最帅的尬舞天团登场了。他们分别是利库姆、巴克、潇洒的吉斯、小提纲古鲁多以及天图团长基纽。一番尬舞表演后，弗利萨面红耳赤，这羞耻的动作是怎么回事？然而这个不是重点。弗利萨回过神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然后下达了第一个命令，把叛徒贝吉塔打个半死，然后给我带过来，我要让他交出偷走的龙珠。尬舞天团没有废话，展示一下舞姿，然后纷纷出发去围殴贝吉塔。贝吉塔已经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，心慌的一批。3人刚找到所有龙珠，基纽特种部队就赶到了，这惊人的速度简直了！哟，这不是小贝吗？好久不见！贝吉塔下意识地退后一步，这5打3的场面似曾相识，自己玩手游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绝望过。看来今天必死无疑了，但在那之前，绝对不能让弗利萨得到龙珠。贝吉塔将手中的龙珠全力丢出去，战斗力侦测器能找到人，但是找不到龙珠。这个方法贝吉塔百试不爽。基纽特种部队中的巴特突然加速度起飞，在空中将贝吉塔全力丢出去的龙珠拦截下来。巴特号称拥有宇宙第1速度，除此之外还有可以静止时间的古鲁多。基纽特种部队的这些人似乎个个都有神秘的能力。
鉴于贝吉塔这个段位太菜，金就将他安排给了兄弟们，自己带着7颗龙珠先去向弗利萨老板汇报。巴特等人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定谁来对付贝吉塔。杀人诛心，这是有多瞧不起赛亚人王子，根本不把贝吉塔3人当一回事儿。通过猜拳，利库姆得到了单挑贝吉塔的机会。古鲁多对付克林和悟饭，古鲁多决定直接秒杀了克林和悟饭。这2个地球人看起来弱得一批，克林和悟饭不敢轻敌，开局一声吼，直接爆气。接着2人腾空而起，同时释放能量波。古鲁多吓了一跳，使用时间静止的能力后躲得远远的。克林和悟饭被大长老开发了潜能，战斗力和速度大幅度提升。古鲁多自知打不过，于是用出了杀手锏金复术，将克林和悟饭定身在空中。就在古鲁多准备下杀手的时候，贝吉塔发动技能，直接斩了古鲁多的脑袋。看来古鲁多只是团队的辅助，不过这个辅助的能力是最棘手的，如果他的金复术配合团队其他人的攻击，简直无敌。只是这帮人过于轻敌，赔上了古鲁多的命。古鲁多的死激怒了利库姆，尬舞天团死了一个成员，队形就不完美了，这让利库姆很恼火。没办法，只好让队长重新设计一套4人队形了。接下来就是利库姆单练贝吉塔。利库姆上场先是摆了一套造型，悟饭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贝吉塔知晓大壮的厉害，释放了所有的力量，战斗力数值轻松突破3万。贝吉塔先发制人，冲上去一套连招，配合王子战法，打的现场是浓烟滚滚。根据有烟无伤定律，利库姆完全没事。浓烟过后，利库姆的战甲已经被击碎，但是本人却穿着品如的衣服，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。利库姆飞踢。利库姆如同一颗火箭弹一样，瞬间来到贝吉塔的面前，用膝盖攻击将贝吉塔击飞。贝吉塔稳住身形，冲过来与利库姆激烈对拳。利库姆皮糙肉厚，十分耐揍。打了一圈之后，利库姆毛事没有，抓起贝吉塔狠狠砸在地上。贝吉塔一发能量波击中利库姆面门，本以为能扳回一局，然并卵，利库姆依然毫发无伤。贝吉塔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，万万没想到敌我差距这么大，这家伙简直就是怪物。克林在一边参透了战局，如果贝吉塔死了，接下来自己和悟饭必死无疑，可能悟空来了都打不赢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局必保贝吉塔。利库姆摆出妖娆的造型，小贝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。利库姆从嘴里喷出能量炮，克林冲上前一脚踢中利库姆，悟饭救下贝吉塔。虽然贝吉塔并不领情，甚至还刻薄地骂了悟饭一顿，不过这是当前的上策，起码留着贝吉塔还能挡枪。利库姆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只见他跳起来一记重踢，克林便全身骨折倒地不起。悟饭起身反抗，利库姆仅仅吹了一口气，便将悟饭的能量波给弹了回去，接着一发手刀放倒了悟饭。此时孙悟空在飞船上的特训终于结束了，不知不觉孙悟空已经具备了超越赛亚人的极限的力量。他洗了个澡，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，起床后换了一身行头，还有20分钟就抵达纳美克星了，就看贝吉塔3人能不能挺过这20分钟。另一边，弗利萨拿到7颗龙珠后，迫不及待地呼唤神龙出来打卡上班。然而等了半天，龙珠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弗利萨认为一定有什么纳美克星的暗语才能启动龙珠，必须找一个纳美克星人来拷问一下。弗利萨用探测器观察了4周的能量反应，最后将目标锁定了大长老的身上。利库姆将悟饭暴打了一顿，克林暗暗祈求悟饭不要再站起来了，装死拖时间总比真死了好。然而悟饭身体里的赛亚人血液已经开始沸腾，在爸爸来到之前绝不认输。利库姆毫不留情，一记重腿踢中了悟饭的脖子。战斗力侦测器显示，悟饭的战斗力突然降到0，这小子脖子断了，差不多快死了吧。就在此时，一艘圆形飞船从天而降，孙悟空终于来了。一发能量波从未知方向袭来，利库姆被揍得一脸懵逼。悟空无视利库姆等人，径直走到悟饭身边查看伤势。他将仙豆分给悟饭和克林。孙悟空通过感知克林的记忆，看到贝吉塔暂时和他们达成了联盟，于是他将最后一颗仙豆让给了贝吉塔。克林表示：“我不理解，你治好贝吉塔是为了4个人联谊吗？”悟空笑了：“耍小兵，我1个人就够了，我只是想回地球和他再打一次。”悟空走到利库姆面前，巴特通过侦测器发现悟空的战斗力只有5000。利库姆笑了，然而这成了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笑容。只有贝吉塔明白，卡卡罗特那个家伙一定是偷偷刷被动了。等一等，这个下级战士该不会成为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了吧？超级赛亚人传说1000年才出现一个，他可以突破任何天才战士都无法超越的瓶颈。本以为这是个无聊的传说，就算真有超级赛亚人，也只能是本王子。贝吉塔嘴巴很硬，但心里清楚，此时的悟空一定强于自己，他的世界观塌了。
孙悟空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，他不敢估量。利库姆率先发动攻击，悟空轻松躲开。利库姆要了一个大招，但是前腰太长，悟空实在看不下去，一发肘击打中利库姆的腹部，利库姆跪在地上，失去了作战能力。观战的巴特和吉斯一同发动攻击，悟空仅凭气息就将两人震飞。注意，此时的悟空还没爆气，他的战斗力在侦测器中显示依然只有5000，悟空还没有使出全力。同为赛亚人的贝吉塔早已看穿一切，悟空只有在进攻的瞬间，战斗力才会急剧提升，大概是为了减少无谓的能量消耗。他的战斗力非常强，侦测器察觉不到。刚刚肘击利库姆看似轻轻一击，实则已经伤到了利库姆的五脏六腑，那小子废了。孙悟空他该不会真的是超级赛亚人吧？巴特和吉斯使出了组合技能攻击，悟空一声吼就挡下了他们释放的能量波。吉斯使出绝技爆炸球，这一招非常厉害，不躲就挂了。然而悟空不紧不慢，挥一挥拳头，爆炸球被弹了出去。巴特愣住，悟空快速闪身来到他的身后。巴特懵了，本大爷的速度可是宇宙第一呀！悟空自信的笑了，你现在是第2了。巴特恼羞成怒，与吉斯一起围殴悟空，悟空轻松躲开，速度快到残影都看不见。大概是玩累了，悟空一脚踹中巴特，巴特瞬间失去了战斗力。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，桀骜不驯的吉斯终于感觉到了恐惧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欢迎小伙伴们点赞收藏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